中国说媒式的婚姻建立模式为什么能持续几千年？为什么中国文化孕育出男女授受不亲和万恶淫为首的观念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和万恶淫为首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中国人既然将个体的少年时期以及性爱都加以非法化，因此即使在牵涉到婚姻时，也认为将择偶权从个人手中夺走，并将之交付给外力去安排，才是一种理想的形式。因此在传统文化底下，婚姻全是凭着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去决定。这种安排往往不参照个人的意愿，并且不时地还故意去违反个人的意愿。在一个将个人的欲望当作贱骨头一般去防范的文化中，这是完全合乎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。因此中国人因婚姻不自主而产生的悲剧数目之多，可以说是世界之最。在今日的国内，父母阻挠子女自由婚嫁，并且因而酿成悲剧的事情仍时有发生。当然，这种情形还残存在老百姓，尤其是农民之间，是可以理解的。真正不能理解的是，自命为反封建的革命组织中，也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。在党内，在军内，都会出现用组织的压力去拆散情侣，以及强迫个人去与不合心意的人结婚的事件。因为个体受到严重的非性化的摧残，在许多个例中，他或她都丧失了由自己去择偶的能力，而必须由父母、亲戚、朋友或组织去代劳。这种安排很明显地透露出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如何跨出第一步，而必须由他人去破冰。这种择偶的能力被由自己手中夺走的情况，往往使一个人不能去获得称心如意的配偶。尤其是在国内，严重的小国寡民倾向造成了十分狭窄的生活圈子。在这类说亲的情形中，有些人索性将第一步交托在母亲手中，由他拿着对方的照片到公园中约会对方相亲，除了看本人之外，还要查看对方的身家背景，看是否门当户对。这个程序叫做查档案。有的则由双方朋友安排亲自去会见。像这类安排很少一次就成的，因此双方往往都是被人拒绝过很多次的人，最后也可能以找不到理想的对象收场，而是年龄到了非结婚不可。有人说，不少婚姻的基础是指一种日久而生的感激之情，这并不是爱情。这种只是为了肯定一个人的伦理性，而不是建筑在两性喜悦之上的婚姻，往往将婚姻中性爱的因素降至冰点。根据上海的一位妇科医生私底下的调查情况，在他的女性顾客中，曾经达到性高潮的比例只有0.几。这种显然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性的损毁，并不能被以婚姻法的形式加以消除。万恶淫为首，不少国内的人宁愿在相亲时被对方拒绝很多次，并且最后草草了事地结婚，也不愿或不能由自己去选择称心的人。究其原因，似乎是在陌生的场合中大胆地主动去结识陌生的异性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举动。其实以这种结识方式也往往可以导向婚姻的，但是它却是被非法化了的个人欲望的独立表露，因此具有追求性爱的含义。至于由别人安排的像交易会一样的相亲，就不存在着任何暧昧性，它具有清晰的伦理的含义，而且这种伦理性还是由个体以外的其他人士做担保的呢。中国的男女相识有着这样一种倾向，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必须与一大堆熟人一起行动，然后才从这个母胎分化出来。中国人就是不信任孤男寡女，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自己而必须依赖群众，似乎必须有别人保障的男女关系才是好的，而任何个人欲望的独立表露都是不好的。因此传统时代搞男女授受不亲，甚至嫂子掉进了河里，要不要伸手去救她，
还成了一个辩论的题目。万恶淫为首这一句谚语也充分表现出性爱在中国文化中的非法地位。在今日的国内，虽然已经不如传统时代那般闭塞，然而搞男女关系仍足以构成一个人的罪状。近几年来，报纸曾揭露过几宗案件，有的是工作单位中，有的是嫉妒别人的才干而想陷害对方，就用搞男女关系一类的流言去破坏对方的名誉，这种重伤对女的特别致命。有的案件，例如湖北的天门案件，是干部要整人，就在众多罪状之上再加上一条搞男女关系。请注意，这种罪状是搞男女关系，而不是乱搞男女关系，因此就好像将吃饭也说成罪状一般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在教育子女时，就一直只当他是停留在口腔欲望，也就是进食阶段的儿童。当生理上的性逐渐萌芽以后，上一代对这方面总是讳莫如深，让下一代惶恐地在黑暗中自己摸索，结果性在心理上就往往萌不了芽，而使一个人长期地维持儿童化的身体形态以及儿童化的思想感情。因此，中国人的问题就往往不仅仅是性压抑，而是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之外，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。换而言之，即使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，也多半不晓得如何将这一种冲动加以组织化，使它变成一股向外求的生命力量。在中国人之间，确实也有婚前浪漫行为，但是它很少表现为两个具有坚强个性的男女之间的相互欣赏，而多半是像钱钟书笔下的《围城》中的那个男主角方鸿渐一般，是一种意志薄弱者的身不由己的卷入。因此，即使是风流，依然具有被动、窝囊、自惭形秽和自怜自艾的成分。自然也有敢作敢为的人，但是在文化中能让他们做出表现的，既然只有与做好人相反的途径，因此就往往触到玩弄异性的下策，而且用的多半是欺骗虐待的手段。即使到了这个中国式的成年界限，对绝大部分正经人士来说，人伦行不明确的男女关系是不好的感觉仍然会持续下去。的确，在传统故事中就有很多坐怀不乱柳下惠式的男性类型，在现实生活中则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、望洋兴叹之辈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形，都不会是在异性眼中有吸引力的项目。因此，对不少中国人来说，心理上造成的这种对性的损毁还可能会延续终生。不过，既然在择偶方面可以由别人代劳，而男女双方都讲究安身立命、生儿育女，因此在这方面的损毁仍然可以被婚姻掩盖起来。美国文化是一个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文化，他们往往感到一种压力，觉得一生之中至少要做成一件事，而且最好是轰动世界的大事，才能对自我下定义。相反，在中国这个弱化铲平强者、照顾弱者的文化中，这样子的失败者是不会陷入精神病态的。他们受到群众的照顾，自己分内之事也可以由别人去代劳。既然在中国人之间这种情形不是病态，就有普遍化的趋势。因此，中国文化除了是专门照顾弱者的文化之外，基本上也是一个弱者的文化。它用泛文化性的病态来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卫生。